只因我的一句绝交，从小患有自闭症的青梅，宁愿站在烈日下远远望着我，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惹我生气。前世我却因为她的病对她避之不及，直到一场车祸，青梅冲进火场跟我一起赴死的时候，我才明白她的心意。所以重生的第一时间，我就立马去找她。对不起。阿言说过不准我出现在他面前的。说完，宋瑜一言不发地看着地面，又陷入了他自己的世界。宋瑜有自闭症，在我们认识之前，他连话都不愿意说，一整天看着地板默默发呆。但是在我出现后，他的眼睛必定会跟随着我，我就是他眼中的唯一。你是来找我的吗？那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挠了挠后脑勺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宋瑜也不着急，看着地面发呆，能这样看一整天。司机恨铁不成钢的叹气一声：“小姐呀，你每星期要来李先生的校门一趟，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人了，怎么又不说话了呢？说一句我想你了也行啊。”你饿了？还没吃午餐吗？饿了。你的肚子叫了就是饿了。哦。我忘了小鱼儿的思维和常人的不同，普通人饿了就会去吃饭，但是在他的认知里并没有这件事。走，我带你去吃午餐。宋瑜愣了一下，眼睛缓缓看向我们紧牵着的手腕上，唇角扬起一抹细微的弧度。正巧是下课高峰期，食堂突然来了一个异常漂亮的女生，所有人的眼睛都齐刷刷的看了过来。宋瑜不自在的身体往我身边缩了缩。不好，因为小姐的病，她对别人的目光非常敏感，视线过多她就会情绪不稳，甚至产生自残或者伤害他人的情况。老爷和夫人让我跟着小姐，也是为了能在小姐发病的时候照顾好她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宋瑜的脑袋一抽一抽的开始疼痛，眉眼之间充满了烦躁。我的声音突然插进来，让他愣了一瞬，紧接着身上的暴躁就平复了下来。我记得以前你总是喜欢夹我碗里的茄子吃，现在还喜欢茄子吗？我再给你点个肉吧，要营养均衡才行。听着我的话，宋瑜的心口宛如吹拂过一股春风，将他烦躁的情绪压制住，眉心也渐渐的舒展开。小姐发病的时候，要不是弄伤了自己，要不就是伤了身边的人，每次不是好半个小时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安抚好。这次在李先生的身边，竟然不用2分钟就平静了下来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把托盘端去桌子那边吃饭吧。我手把手教他怎么端托盘，刚把手掌从宋瑜的手里抽出来，他的眉头立刻皱起来，把自己的手塞回我手心，手掌被暖暖的裹着，眉头这才竖开。你现在要端托盘，不能牵手。我又抽出手，宋瑜又牵，我再次抽出来，他再次牵手，反反复复几次，宋瑜就是不愿松手。我皱眉，他这么难沟通的性子，要是搁上被子，我早就发脾气了。不过现在不会了。阿言要生气了，因为小鱼儿没有听话，小鱼儿不听话，阿言会讨厌小鱼儿，让小鱼儿离开。可是小鱼儿想要和阿言牵手，一直牵着，但阿言会讨厌小鱼儿，再也不和小鱼儿说话。宋瑜一想到这些，脑袋又开始刺痛了起来。不好，小鱼儿发病了。没事，我们不松开了，就一直牵着好不好？小姐，我带了药，吃了就不会痛了。真的不松开，你不会讨厌我？真的，你看。第一次看见小姐发病后平复的那么快，这次居然连药都不用吃。李先生，让我来吧，你和小姐去那边坐好就行。麻烦你了，谢谢。你也没吃午餐吧？要不我把饭卡给你，你去打一顿饭菜。不用，我晚点吃个面包就行。我的任务可是要每时每刻看着小姐，万一小姐又发病了，没人拦着怎么办？吃饭了。宋瑜吃饭的速度很慢，一口菜也要细嚼慢咽很久，甚至在吃饭的时候还会中途发呆。这时又神游了，小鱼儿，先把饭吃了。谁敢在小姐发呆时把她喊醒？小姐下一刻分分钟发狂掀桌子，还是李先生有本事啊！你那里的茄子不是还没吃完吗？我哭笑不得，只能把菜碟子往他那边放进。等吃完午饭后，已经接近1点了。宋瑜柳市，我在云市读大学，虽然是隔壁市，但是开车回去也要4个多小时。麻烦你把他送回家了。这是我应该的，李先生，不用客气。你现在该回家了，再不回去，阿姨就要担心了。听话。阿言又摸小鱼儿的脑袋了。以前我哄他去做什么事，总会摸他的脑袋，只是12岁时被朋友嘲笑，就再也不摸了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回到家后记得给我发信息报平安，知道吗？阿言会回复吗？妈妈说，如果想一个人了，可以给对方发信息，但是小鱼儿给阿言发了好多，他都没有回。不过阿言说，这次他会回的。目送宋瑜离开之后，我就回了宿舍。刚进门，霍刚就一把拦住我的肩膀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说你在哪勾搭的小美女？什么小美女？就是你在食堂的那位。隔壁人都告诉我了，说你和一个美女在食堂吃饭，他为了你还捶脑袋自残，还有一个男的甘愿做舔狗，给你和那个美女端饭。什么呀？我和小鱼儿只是朋友，另一个男的是他家司机，而且他有自闭症，很多时候都要哄着，不然就会发病。这么漂亮的女生，颜值随便就能秒杀我们学校的所有女生，谁能想到竟然会有精神疾病？别胡说。宋瑜回到沈家已经是下午5点。小雨儿，今天出去过得开心吗？肚子饿了吗？妈妈这就去做你最喜欢的茄子。我们先从车子出来，回到家里再继续想事情好不好？
回到家。听到这，宋瑜从发呆中醒来，悲似的回到家。女孩只是因为我的一句回家给我发信息，就在家门口傻傻的盯着手机站了4个小时，只为等我回信。拇指在屏幕上点来点去，之后又对着手机开始发愣。小鱼儿在看什么？这么开心？然而在扫到屏幕上的内容后，他顿时僵住。屏幕上是和我的聊天页面。我回到家了，云是今日小雨，云是今日晴，云是今日大雨，在网上全他发的信息，而且每一句信息前都有一个鲜明的红色感叹号。我早就把他的联系方式删了，可是他看不懂这个感叹号是什么意思，还是时不时给我发信息。江淑芳眼睛一酸，捂着嘴巴偷偷抽泣了起来。小鱼儿，我们先去吃饭吧，说不定吃完饭阿言就会回复了。阿言说会回复的，小鱼儿要等着。如果阿言知道小鱼儿不乖了，会不理小鱼儿的。就像上次小鱼儿没有乖乖听话，就再也见不到阿言了。看见他情绪躁动，江淑芳慌乱不已。好，我们等，先不吃饭。3个小时过去了，宋瑜还是呆呆地站在玄关处盯着手机。淑芳，别担心，小鱼儿过会儿就好了。你先吃点东西，别饿坏了身体。我怎么能不担心？以前小鱼儿发完信息，最多1个小时就会放下手机，可是现在已经3个小时了。不行，我要给阿言打个电话。你做什么？我们不是说好再也不会打扰那孩子吗？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。读大学时候，江阿姨也偶尔会给我打电话，因为小鱼儿发病了，一直在拒绝治疗，想着让我好好劝劝，被我拒绝的多了，江阿姨就很少给我打电话。难道是因为小鱼儿又发病了？阿言，阿姨知道小鱼儿不懂事，以前更是伤害了你，讨厌她也是理所应当的，但是只有你能够劝得动她了。你不想见她也行，只要跟她说2句话，让她好好配合治疗就可以了。阿姨，是小鱼儿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帮。小鱼儿今天一回到家就对着手机发呆，整整3个小时就站在玄关不动，连晚餐都没吃。她给你发了信息，阿姨知道你把她删了，但她不懂呀。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高中那次生气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全删了。阿姨，你把小鱼儿的手机号码发我一下，我把他的好友重新加回来。江淑芳一听我要帮忙，迅速把手机号码发给我。回到家了吗？聊天对话框突然出现一条新的消息，宋瑜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瞬间亮起来。阿言回我了，阿言也想我了。那你吃晚饭了吗？要记得去吃饭哦。晚饭？宋瑜迷茫的抬头，对上江淑芳和宋国森担忧的眼神。要吃晚饭。妈妈这就把晚饭热一下端上来。小鱼儿，吃晚饭要来餐桌这边坐。15分钟后，宋瑜夹起最后一块茄子，配合着碗里最后一口饭吃下，马上拿起手机给我汇报。晚饭吃完了。真棒！收到夸奖，宋瑜的唇角再次开心的翘起，神色里似乎还藏着一丝得意，转身上楼了。老公，以前我打电话给阿言，他都拒绝了，但是他现在同意帮忙，是不是代表他原谅小鱼儿？如果我拜托他陪小鱼儿去医院治疗，他是不是也会同意？先别急，慢慢来，再观察2天就清楚了。与此同时，睡在床上的我又开始做那个梦了。黑夜，十字路，2车相撞，琳琅满地的碎片，触目惊心的鲜红。尽管我的视线模糊，但还是能看见那个人大致的轮廓。他将我紧紧抱住，丝毫不畏惧熊熊烈火，一双漆黑的瞳孔里全是我的身影，直到大火将一切吞没。怎么又梦到上辈子死的时候？我看了一眼手机，时间是凌晨3点，正打算继续睡觉时，恍惚间想起梦里的宋瑜。睡了吗？这么晚了，怎么可能没睡？我正打算把信息撤回时，就收到了对面的回信。没有。怎么还没有睡觉？在做什么？躺在床上。我有些疑惑，片刻后才想起，普通人躺在床上不是玩手机就是做别的事，而他躺在床上就是单纯的躺着，大概率是在发呆。记得在我8岁的时候，宋瑜一次在我家里过夜，那时他和我睡同一张床，半夜我被尿憋醒，睁开眼睛就看见他那双圆碌碌的眼睛一直盯着我。你为什么不睡觉？我在睡觉。不对，睡觉是要闭上眼睛的，就像这样。想起那段时光，轻笑了2声。睡觉要闭上眼睛。我知道，阿言叫过。现在就闭上眼睛，乖乖睡觉吧。2天后，母亲给我打了个电话。你说说你爸，让他平时注意身体健康，别乱吃外面那些东西。他不听，这下好了，吃出病来了吧？怎么了？爸爸得了什么病？不就3高吗？你妈就跟得了绝症一样，这不让我吃，那也不让我吃。医生就是说让我管着你健康饮食，锻炼身体，以后什么油炸食品都不准吃，让我看见一次就没收你的私房钱。得知不是肺癌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对，收了私房钱，烟也得戒。人生的乐趣没了。周2是宋瑜来我学校的日子，6点起床，7点准时坐上小车。江淑芳看着坐在后排的宋瑜，面色忧愁。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小姐的。
有时候我是真的怨阿言，他怎么能那么狠心，真的就和小鱼儿断了4年的来往，害得小鱼儿人本好转的病情也恶化了，每周还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找他。阿言不知道小鱼儿去找他，这件事不怪他，而且小鱼儿会好，就算好不了，我们宋家家大业大，难道还怕养不了小鱼儿吗？夫人，小姐上周去云市的时候，李先生见了她，这次说不定也能见到呢。时间到了，送鱼的时间都是做好规划的，6点起床，7点10分准时出发。如果时间被打乱，他就会烦躁不安，甚至发病。中午放学，我吃过饭就回宿舍准备午休。8岁是8岁，只因我的一句绝交，从小患有自闭症的青梅，宁愿站在烈日下远远望着我，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惹我生气。你和小鱼儿吃完午饭了吗？听说今天云市有雨，吃完就让他早点回家吧。阿姨，您是不是发错人了8岁是8岁，小鱼儿今天一大早就去云市，他没去找你吗？小鱼儿找我了，我不知道啊。阿姨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校门口看看。你来了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阿言又出来见我了。他的唇角微微上扬，当听见我的问题时，又立刻不安地抿了抿唇，眼睛不敢和我对视。宋瑜沾起衣角，手指不停摩挲，这是他情绪不安的习惯。阿言不想见到我。因为我不想见他，所以宁愿在校门口站着，也没有告诉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想见？我想为自己辩解，然而话才说一半就顿住。那是高考结束后第2天晚上的毕业聚餐，小鱼儿说什么也要跟着我一起去，加上父母也一直劝我，只好把他带上。青春期的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充满好感的同学，甚至还有当场表白在一起的同学。当然，我也有一个抱有好感的女同学，聚餐的时候还偷偷看了她几次。阿言为什么一直在看他？班上50多个同学和老师马上投来戏谑的眼神，害得我当场社死。而那位女同学淡淡的扫了我一眼，什么反应也没有，还和身边调侃的闺蜜说我们不熟，春天的花还没来得及发芽就被掐死。回到家后，我哭着和父母说再也不想见到宋瑜，这件事应该算是我们绝交的其中之一了吧。还有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嘶吼着对她说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她。我摇摇头，把思绪从以前的记忆拉回来。那是以前，可我现在想见你了，所以下次再来找我，一定要和我说，知道吗？宋瑜勾起唇角，重重的点头。跟着过来的司机看到宋瑜的笑容，惊得张大了嘴巴，迅速拿出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笑脸照，点击发送。收到照片的江淑芳震惊的手机没拿稳，欣喜若狂，激动的要把这张照片打印个几百挂在家里哪个角落。宋瑜的笑容会有种一笑倾城的魅力，饶是我待他只是朋友，也不禁红了脸颊。作为一个颜控，怎么可能不害羞？别笑了，你在这里等多久了？吃过午饭了吗？拍红了。这不是拍红的。为什么红？很累很热，所以才脸红了。我不好意思说是被他的笑脸羞红了，又怕他要追问，急忙把话题岔开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吃饭了吗？少了一个问题，1小时37分没吃。我平时和朋友出门，光是5分钟就觉得耐心耗尽，但他竟然就站着一动不动，等了1个多小时。一时间，我的心底有股难以言说的情绪。如果我没出来，你是不是就要一直等到天黑？晚上8点20分回家，4个小时的车程，回到柳市都11点半了。你这么晚回去，江阿姨不会担心吗？可能不担心吗？每次小姐来，夫人就担心的吃不下饭了，生怕小姐出意外，又或者在外面发脾气。可是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除了你，谁能劝得动？每次她来找过我很多次了吗？是啊，从你来读大学开始，小姐每周2都要过来看你，说是看你，来了之后就往校门口一站，什么也不做，不进去也不喊你出来。我猜是因为你说不想再见到小姐，所以她才什么也不敢说，只能偷偷来瞧上一眼你所在的学校吧。我现在大4，从入学开始计算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了，这3年里她每周2都要来，1个月4次，除去寒暑假一共是170多次。她来那么多，我不可能不知道啊。忽然我想起以前同学之间聊起的八卦，校门口经常看到一个美女在等，估计是和男朋友吵架，所以来学校这边等人，但是等到晚上也不见男方出来。一开始这件事也挺新鲜的，大家都在期待能让美女心心念念，从早站到晚的男朋友到底是何方神圣。但是每个月每年都过来，渐渐的大家的新鲜劲过去，也就没人再提起了。那时室友也拉着我说要去校门口看一眼到底有多美，可我到校门口的时候根本没看见什么美女，只有路边停了一辆低调奢华的汽车。我转头往杨旭开来的那辆小车看去，当时看见的那辆小车好像和这辆一模一样。上辈子我在汽车上瞥到一眼的轿车也是这辆，那时他也在跟着我，怪不得他会出现在车祸现场，难怪以前的宋瑜明明那么粘人。可等我读大学时，他没有缠过来，也只是觉得或许他的病并没有那么严重，又或者治疗好了。原来许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，他的病一直没好。想清楚这些后，我垂下脑袋，眼睛泛酸。那为什么我以前路过校门口都没有看见他？因为小姐躲起来了，怕你说她不听话，所以是因为1年多没再看见我。当我跑过来见他时，才忍不住顿了脚，没来得及躲起来吗？他学着我哄他的样子，摸了摸我的脑袋。阿言，不哭不哭。李先生，虽然我说这些不合适，但小姐是真的很喜欢你。
走了，我带你去吃饭。我们来的晚，食堂只有一些卖剩下的菜，我扫了眼，没有宋宇喜欢吃的菜，索性只给他买了份蛋炒饭，将就一下。先吃这个，填一下肚子，待会饿了再让司机给你买点吃的，坐车回去的时候吃好吗？宋宇慢条斯理的吃着，我坐在一旁，想起了杨旭说的话。小姐是真的很喜欢你。小鱼儿的脑子真的懂什么是喜欢吗？他依赖我也只是因为他的病，等他痊愈了，估计连见都不想见了。小鱼儿，你最近有去张医生那里吗？张医生是国内治疗自闭症的权威医生，也是负责治疗小鱼儿病情的医生。在他6岁的时候，张医生就开始为他诊治。宋瑜听见这个称呼，眉头轻蹙，好像有点排斥。去过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去？宋瑜眉头紧皱，气息变得急促。不去，我不去。突如其来的发病让我愣住，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杨旭，迅速跑过来把他抱住，防止他会做出什么自残行为。我口袋里有药，快拿出来给小姐吃下。我紧张着急的把药瓶拿出来，刚准备喂药，就想起以前张医生说过的话。不行，吃太多镇定药对身体和精神都有损伤，要劝他自己平复下来才行。小姐发病时谁都劝不了。小鱼儿，看着我啊！他的脸庞狰狞，看起来痛苦极了。我们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！我按着他的脑袋，嘴里不断重复这一句话，轻婉的声音在刺痛的脑袋里萦绕。是阿言，阿言在这里。宋瑜的狂暴慢慢退去，脑中的刺痛也被抚平了。不去。他撅了撅嘴，显得特别委屈。杨旭早就做好死死按住的打算，给他强制喂药。此时见他那么快就平静下来，人都傻了。现在可算明白为什么夫人一直念叨着李先生。只要李先生在，小姐发病的时间都比平常缩短许多。或许过不了多久，小姐的病直接就好了。你怎么样？哪里受伤了吗？刚才有点急，就撞了一下桌子。每次小姐发病都需要人控制，半个小时下来，佣人和小姐都一身伤痕，我们都习惯了。我们食堂有应急药箱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拿。这点伤不碍事的。杨旭还没说完，我就已经走远了。我回来就把药箱递给杨旭，你自己擦一下药吧，我来打扫垃圾。阿言，尽管我面色平静，但宋瑜还是能感觉到我的情绪不好，没有得到回应，他忽然有些不知所措。阿言不理我了。宋瑜扯了扯我的衣服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只能无助的喊我。我认真清扫完藏在角落里的碎片，回头一看，宋瑜已经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。你刚刚把我买给你的饭打翻了，还伤到了别人。对不起。这句话就像刻在骨子里一样。还有他，对不起。宋瑜嘴里的道歉说得极快，好似没有一丝诚意。见鬼了，小姐竟然给我道歉了。没关系。宋瑜抬头看向我，再次伸手扯一扯我的袖子，我没有挣脱，他就知道我原谅他了，唇角微翘，脸色也变得开心了。上一世患有自闭症的青梅冲进火海那一刻，我太明白他的心意。重来一次，我决定不离不弃，直到他痊愈。没想到吃饭时，我只是问了一句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，他竟然又一次发病。刚才为什么投他？是因为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没有，小鱼儿没有生阿言的气，不用道歉的。我知道你的头疼是突然性的，但是下次我们试着努力控制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管阿言说什么，小鱼儿都会同意的。如果头疼了，也要告诉身边的人，这样我们才能想办法缓解你的头疼，知道吗？一味的捶自己的脑袋是没有用的，不仅会伤害自己，还会伤害身边的人。等我们从食堂出来，已经是1个小时后，原本晴朗的天气突然变得阴沉，似乎就要有大雨降临。我下午还要上课，你今天早点回家好不好？你等下，路过什么饭店就给小鱼儿买点吃的。刚才食堂的炒饭没吃几口就被他打翻了，回去的路程那么远，不吃午餐肯定会饿坏的。这个李先生，还是你给小姐买吧，我怕我买的东西小姐不愿意吃。也对，可是校门口这边哪有什么饭店？我想了想，只能到旁边的便利店买几个面包，坐车的时候吃，知道吗？宋瑜如同珍宝似的紧抱着面包，乖乖点头。一定要吃，知道吗？然而小鱼儿早已经抱着面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。小姐，你要是饿了，就先吃2个面包，垫一下肚子。为什么要吃？这是阿言送给我的礼物，吃了就没有了。我买的小姐不吃，李先生买的不舍得吃。上辈子父亲在我大学毕业工作1年后去世了，而我那时留在云市工作，就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。之后母亲一个人留在柳市，也是聚少离多。在我死前的那一刻，心里对此也是充满了遗憾。国庆假期我推掉了所有聚会，和宋瑜约定好周3一起回去。周2的时候，宋瑜很早就过来了，等我接到短信的时候，连忙出了门。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我们不是说好改成明天吗？小姐每周2过来是必定的行程，如果打破了她的计划，就会发狂。那走吧，我们去食堂吃午餐。我下午还有课，所以只能让他等到傍晚再一起回去。李先生，我们现在回柳市吗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夫人给我开工资，给小姐开车本来就是我的工作。喝水吗？给你。给我。对。阿言给我的水。你不喝吗？小姐一定是想拿回去收藏。收藏？上次你给小姐买了几个面包，让她坐车的时候吃，结果小姐根本舍不得，现在还供奉在房间里呢。这是拿来喝的，不是用来看的。你可以把水喝了，然后把瓶子拿回去收着呀。
车子在高速路上行驶，我有点困了，便靠在座椅上慢慢眯上眼睛。到了柳市记得叫我。从云市回到柳市的一路上，他的视线也没有离开过我。阿言，杨旭听见宋瑜的声音，回头就看到他紧张无措的样子。小姐，你可以把李先生的脑袋放在你肩膀上，这样他就不会倒下来了。放在肩膀上。阿言没有离开我，真好。到了宋家后，我本想马上离开的，但江阿姨却说实在太晚，让我在宋家住下，明天再送我回去。我推脱不了，也只好留下了。可晚上我刚到房间，宋瑜就抱着枕头过来。阿言，一起睡。不行，我们以前一起睡。那不一样，你现在长大了，大人就应该自己睡觉。长大不好，讨厌。对，长大很讨厌。那你现在快回自己的房间吧。他依旧没有动弹，抱着枕头站在门口，试图能找到机会进去。你的房间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去。在2楼。刚进房间，我就被角落里一个小熊玩偶吸引走的注意力。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款，只是当时家里并不富裕，没能买。这个小熊玩偶好像在10多年前就停产了，你是怎么买到的？阿言，玩。给我？为什么呀？我很疑惑，等了一会也没有听见他回答。不过很快，我的注意力就被房间里的其他东西吸引走。房间里有一个玻璃展示柜，我在上面看见了熟悉的面包和矿泉水，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小石子、发霉的包子，一个芭比娃娃。这些也是别人送给你的吗？阿言送的。我送给你的，我怎么都不记得了？该不会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送的吧？过家家时，阿言送的。早餐。过家家，女儿。这些东西的来源他全部都记得，把柜子里每一件东西都说给我听。听着听着，情绪就变得沉重了起来。就连以前送给他一颗小石子都被收藏了10几年，我真的能让他的病能好起来吗？阿言不开心，为什么？你有什么自己想做的事情吗？想和阿言一起睡觉。除了这个，和阿言玩游戏，看着阿言。不对，是你自己想做的事，里面没有我的事。为什么没有阿言？宋瑜的脸颊顿时煞白，脑袋又开始疼痛了。为什么没有阿言？小鱼儿，我在这里，看着我，这里有阿言，有阿言。我不要离开，阿言。我刚才只是说假如，随便说说的，你不要激动。假如也不行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但是我们把这个包子扔掉好不好？都长满霉菌了，把它扔了，我再送给你新的礼物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。直到我再三保证，宋瑜这才依依不舍地同意把包子扔掉。玻璃柜一开，臭味随即在房间里散开。我又把柜子里的其他饰品东西都扔了，还找来佣人阿姨把房间的味道清洁一下，再把这些垃圾扔去外面的垃圾桶，这才安心下来。患有自闭症的青梅从小收集我送给她的礼物，小狮子、发霉的包子、芭比娃娃等等，放了一展示柜。我再三保证送她新礼物，她才依依不舍的让我清理了以前送给她的变质食物。阿言，新礼物。我记着呢。时间很晚了，你快去睡觉吧，我也要回房休息了。小熊给阿言。好，谢谢。咦，小鱼儿终于把这个小熊给你了。终于，这只小熊买了有10多年了吧？当时很流行这个小熊形象，你出门的时候都要盯着看好久。有一天你和小鱼儿吵架了，他就执意要买，我估计是要送给你的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送出去。晚上入睡时，我躺在床上，才后知后觉的发现确实有这么一件事。那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小熊，但是家里经济不好，不能给我买小熊。妈妈心疼我，就用针线给我缝了小兔子。我拿到的时候开心极了。之后我逢人就说小熊没有小兔子可爱，我最喜欢小兔子。小鱼儿听见我的话，小脸颊都愁得皱起来。所以是那时候吗？可能是小熊给的安心感，我睡得很踏实。等我醒来，已经快中午，拉开门就看到宋瑜站在门口。你怎么站在这里？阿言睡觉不能打扰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起晚了。你是不是在这里等很久了？3个小时28分钟。这么久，脚是不是站累了？下次如果要等，你就去客厅的沙发坐着，不要站在这里。这里就可以第一眼看见阿言。那个，在这里站那么久，肯定还没吃早餐吧？江阿姨肯定在客厅等我们，我们快点出去吧。吃过早餐后，我就和江淑芳他们告别，准备坐车回家了。离开之前，宋瑜恋恋不舍地扒拉着出租车的车窗。小鱼儿，快放手，听话。如果你放手，我明天就再来看你。明天？明天我带你去剪头发，好不好？好。时隔多年，再次看到父亲，我的眼睛蓦地红了，上前一把将他抱住。爸。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在外面被人欺负？你告诉爸，爸去给你出气。对对对，爸妈去帮你教训那个人。没有人欺负我，我就是想你们了。你多大的人了还哭，也不嫌害臊。我想我爸妈怎么就要害臊了？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母亲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，全是我喜欢吃的。爸，不要抽烟，对身体不好。上一世老爸的肺癌肯定就是抽烟引发的。我就抽这一支，不抽烟干活都没力气。不行，你这孩子平时抽也不见你说什么，怎么今天突然从学校回来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什么变了？我这都是为了你身体好。之前妈还说你检查出3高呢，难道医生没说要让你戒烟吗？妈，爸又抽烟了。
嘘，别说，别说，什么？你哪来的私房钱买烟？全给我交上来！这是别人给的。母亲秉着怀疑的态度，把他身上都搜了一遍。回家真好，你们还在，真好。第二天，我在家里帮着母亲分担的一些家务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呀，这糖味道不错啊！阿言接你。你是要过来接我吗？那你到了后记得给我打个电话。还记得我家在哪里吗？记得。谁要过来接你呀？语气还那么温柔，难道是女朋友？你想哪里去了？是小鱼儿要过来，我等下要和她一起出门。你怎么又和小鱼儿走到一起了？你不是说和他绝交，再也不来往了吗？之前我还小，不懂事，现在长大了，再回头看，不就觉得没必要了吗？而且你以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我们现在再联系上，你不高兴吗？虽然不知道当初你们为什么吵架，但只要你能开心，和宋家断了来往又如何？我再怎么喜欢小鱼儿那孩子，又怎么抵得过我的亲儿子？我和你爸就是希望你不要勉强自己，以后过得开心就好。我听完他的话，心里一阵感动。我们家庭的经济并不好，但是自从认识了宋瑜之后，托宋家的福，父亲在厂里从一个小员工晋升成车间的部门主任，同样母亲也在小公司里升职了。我们家在往好的方向渐渐发展。然而即使是这样，在我要和宋瑜绝交时，父母也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后来他们心里也因为宋家的恩惠惶恐不安，索性都辞了职，自己开了一间小小的早餐店。这些年过得也挺好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和宋瑜绝交，我们家是不是都能换大房子了？说实话，你会不会觉得可惜啊？那我们要是把你卖给宋家，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已经睡在铺满钱的床上了？想想还真是有些可惜呀。呀，这糖味道不错啊！妈，小鱼儿到楼下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出去玩注意安全。怎么不在车里等我？站外面不热吗？不热，这里也要擦擦。嘿，还学会得寸进尺了，自己擦。不是阿言擦的，一点也不香。李先生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先开到前面路口，在那里停一下吧，我带小鱼儿去剪下头发。周爷爷，我们来剪头发。原来是小妍啊，这次放假没去外面玩吗？现在吃了，不准拿回去收藏。好不容易把他房间里发霉的东西都扔了，可不能再让他收藏这些会腐烂的食物。如果可以把他爱收藏的毛病给去掉，那就更好了。我想我爸妈就没出去玩。爷爷，我这次是带小鱼儿来剪头发，你帮他剪一下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么多年没见，小鱼儿都长得这么漂亮，如果不是小妍说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头发要剪多少？爷爷，你看着剪吧，看起来好看就行。行嘞。老人给他围上一块布，就要开始工作。宋瑜蹙起眉头，手攥起身上的布，想要把它扯开。怎么了？是脖子系得太紧了？那是因为什么？你要告诉我，我才能帮你解决。你不是和我保证有什么事都会说出来吗？难道你是骗我的？不骗，不骗阿言，不喜欢他碰。可昨天你不是同意剪头发了吗？你要反悔吗？小鱼儿不喜欢别人碰，可是答应阿言要剪头发的，怎么办？我牵着你，你让爷爷帮你剪头发好不好？没想到这么久了，小鱼儿还是这么依赖你。老人剪头发的速度很快，手艺也很好，不一会儿就完成了。他站起来，不停地眨着大眼睛看我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阿言更清楚了，喜欢。好了，头发也剪完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和老人道别后，就拉过宋瑜，迅速离开，生怕晚了一步要遭到周爷爷的调侃。回到车上，宋瑜垂头看着空空的掌心，不悦地嘟起了嘴巴。明天剪头发。今天剪了，明天不用剪了。为什么？头发1周或者2周修剪一下就行了，每天都剪，你就变成光头不好看。小鱼儿喜欢剪头发，可以和阿言牵手，可是变成光头不好看，阿言就不喜欢，怎么办？我对杨旭说了句去中心商场，回头就看见宋瑜的脸又皱了起来。在想什么？剪头发可以和阿言牵手，因为可以牵手，所以你明天也想剪头发。每天是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想牵阿言的手，所以每天都想去剪头发。谁告诉你剪头发才可以牵手？想牵手什么时候都可以牵呀，现在也可以牵。不过我现在不想牵。哦，阿言想牵手，要告诉我。中心商场是一个杂货大商场，很多小商贩都喜欢来这边摆摊，卖什么稀奇古怪东西的都有。母亲刚才发信息过来，叫我回去的时候买一口锅，明天要带到店里去。里面人流量大，你别进去了，在车里等我。阿言去，我也要去。里面很多人。李先生，要不你就带小姐进去吧，有你带，小姐一定不会发病的。不会头疼。小姐如果不进去，估计就要在车子里发病了。发病？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不带你进去，你就要发病？什么时候学坏了？没有学坏，不进去就在外面等阿言。阿言最讨厌坏人了，我学坏了，阿言会讨厌我。哎呀，李先生神色都松动，结果小姐这么快就认乖了，这要放以后还不得是个夫管严啊！算了，进去就进去了，但是头疼要告诉我，我就带你出来。
我担心他被人撞到，刚进商场就牵上了他的手。阿言想和我牵手，可是阿言没有告诉我，还好我什么时候都想和阿言牵手。商城越往里走，人就越多。头又开始疼了吗？阿言在，不疼。那就好，真乖。来到厨具的小摊贩前，问过价格之后，开始砍价。你这么大也要跟着爸爸吗？阿言不是爸爸，不是爸爸，那你为什么要跟着他？你喜欢他吗？我们班上有一个小胖，他喜欢小美，也会一直跟着他。不好意思，孩子话多。等我挑完平底锅，才想起身后还有一个人，连忙回头，见到他脸上神色正常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喜欢？什么？喜欢阿言。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知道。那你说是什么？知道，小鱼儿知道的。好，你知道。经过卖衣服的摊贩处，一个妇人突然窜出来。美女，看看我们这里的衣服，又便宜又好看，穿起来你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妹儿。我们不买衣服，谢谢。不买也可以看看啊，你在别家绝对买不到这么好的衣服，送给旁边这位小美女也可以啊，小美女肯定会喜欢。送？对呀，让这位帅哥买件衣服送给你怎么样？小美女那么喜欢这件衣服，就给她买一件吧，只要30块。你喜欢这件衣服吗？礼物答应过。好吧，当做是你乖乖剪头发和没有头疼的奖励。喜欢这件吗？喜欢，只要是阿言的礼物，小鱼儿都喜欢。这件好像也不错。喜欢。那这件呢？喜欢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选了。小鱼儿口中的喜欢没有参考价值，怕是就算我送一片树叶，估计他也会宝贝的收藏起来。就这件吧。好。事情办完，我和宋瑜分别各自回家了。小鱼儿怀里是什么？这是李少爷今天给小姐买的衣服，小姐宝贝的很，谁都不让碰。小鱼儿，我们回房间试穿一下阿言买的新衣服好不好？再拍个照给阿言，他肯定会很高兴的。阿言高兴。夫人真聪明。拍照要给阿言看。江淑芳乐呵呵地接过手机，找了几个漂亮的角度，狂按快门，一下就拍了20几张照片。女儿小时候，她还能给她拍照，可是长大后，她便非常怕镜头。江淑芳心里还遗憾了好一阵子。没想到今天能有机会给女儿拍照，我女儿真是太美了。阿言过会儿就会看见了。宋瑜看了眼，确定发出去后，这才把衣服脱下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捧着衣服走到玻璃展柜前，摆好，上锁，一气呵成。小鱼儿这时要把衣服供起来收藏。我回到家后就一直在干活，等有时间看手机时，已经是晚上。很好看。对着衣服傻笑一天的宋瑜，在看见回复后，眼睛更加闪闪发光。我以为自闭症青梅的脑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喜欢，没想到他却拿出一张列满栗子的纸来告诉我，这就是他的喜欢。阿言，明天回学校的车票买好了吗？妈，我不想去学校，我想在家里陪着你们。怎么这次从学校回来就变得这么粘人？以前也没见你说舍不得我和你爸。我一直都舍不得啊，只不过以前腼腆没说而已。我和你爸还指望着你毕业找个好工作，也还剩最后1年了，你不去读书哪行？我就是说说嘛，等我毕业赚大钱，就让你和爸爸在家里享福。我们把那间小早餐店关了，又或者请几个工人帮忙都行。我在畅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，是和上辈子完全不同的风景。还好这次我还来得及。好了，剩下的话等今晚吃饭的时候再和你爸一起说吧。现在我们该去店里帮忙了，不然你爸一个人可要忙坏了。老板要2个包子。这就来。老板来2个包子，我们还没吃早餐呢。已经很晚了，怎么没吃早餐？2个包子能填饱肚子呢。我已经吃过了，是小姐没吃，你这包子拿太多了。没关系，多的可以让小鱼儿拿回家，江阿姨、宋叔叔也可以吃。因为要见阿言，太急了，所以来不及吃早餐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宋瑜听闻，突然委屈了起来，抱着包子一言不发。假期都快过去了，李先生，你这几天都没联系小姐，所以小姐有些不开心。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店里陆陆续续来了其他客人，我没有时间再和宋瑜闲聊，只能让他先等一下，转身便去帮忙了。中午我收拾着桌子，看着站在店门口边缘的宋瑜，只觉得更加抱歉了。小鱼儿是来找你的，站那好像也很久了，和他出去吧，剩下的我和你爸收拾就行了。谢谢妈。你累不累？我们去找个椅子坐吧。小鱼儿不累，但是想和阿言一起坐。早餐店往前面有一个公园，我们2人并列走着，手背时不时会触碰到。终于在第10次碰到时，阿言，今天想牵手吗？不牵手。哦，阿言要什么时候才想牵手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去吃午餐，吃完午餐就送你回家。
这是什么？打开纸张，只见上面罗列出20-30个小点。每天想和阿言见面，看见阿言会很开心，阿言不理我会头疼，想一直牵着阿言的手，这是喜欢。我知道。我想起上次在中心商场问他的那句话。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知道，小鱼儿知道的，但我没放在心上。他一个脑回路和正常人不同的人能知道什么？可是现在他拿出一张列满列子的纸来，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喜欢。你这几天就是在写这个吗？你在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去下厕所。冷静，他一个自闭症患者，就连最基础的社交都不懂，哪懂什么是喜欢？纸上的内容肯定也是随便写的，不要太认真了。上辈子出车祸的时候，他宁愿和你一起赴死，也不愿离开，难道还不能证明他的喜欢吗？你认识他20几年，难道不知道他从不会说谎吗？我打开水龙头，往脸上泼了点水，等我冷静下来后才出去。我离开之后，宋瑜就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双眼无神地看着地面。等我走近，才发现他周围站了几个小孩子。傻子，傻子，略。宋瑜没有任何反应，双臂随意地搭在腿上，面对熊孩子的嘲笑，他安静的像是没有灵魂雕刻的木头。李莫言，我回头便对上一张熟悉的面孔。没想到3年过去，李莫言竟变得如此帅气。读书时怎么没有注意到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和朋友来这里坐一下。我转头看了一眼宋瑜，那些小孩依旧在旁边嘲笑嬉闹，那些话语听着刺耳，让我不禁蹙起了眉头。你还和这个傻子在一起？以前这个傻子就经常缠着你，后来吵了一架，不是绝交了吗？他是小鱼儿，不是傻子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？这不关你的事。确实这不关我的事，不过这傻子那么喜欢你，你们要是在一起也是绝配啊。孟芳，现在想想，真是感谢你当初不喜欢我。高中时期那丝被掐死的好感，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整天带着一个傻子，谁会喜欢你？谁让你们嘲笑这个小姐姐的？马上道歉，要是不道歉，就叫你们的父母过来。怎么回事？这么大个子也好意思欺负小孩子，有没有羞耻心？那我倒要问问你们是怎么教孩子的？这么小，嘴就那么毒，有没有家教？我第一次和别人对骂，然而战斗力凶猛，两个妇女都被我对得接不上话，领着孩子落荒而逃。宋瑜也是第一次看见我那么凶，坐在椅子上愣了好久，眼睛直勾勾盯着我，又觉得有些新奇。阿言不气，欺负阿言，坏人。他们才没有欺负我，他们欺负的是你。哦，只要不是欺负阿言就行。他们欺负你也不行，下次再看到别人骂你，你就骂回去，知道吗？只要阿言不生气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算了，跟你说也不懂，下次你再出门，一定要让杨旭在身边看着才行。我嘟囔了几句，随后拉着他离开公园。许是因为白天遇见了孟芳，夜里睡觉时迷迷糊糊间又梦到了高中毕业那。高中毕业聚餐那次，我因为宋瑜的话而丢脸到回家哭了一晚上。虽然之后江淑芳带着宋瑜过来道歉，我碍于面子也原谅了他，但还是不敢出门，生怕被同学们嘲笑。后来还是母亲让我去帮忙买，这才出门。没想到恰巧又遇到了孟芳。今天那傻子没跟你一起。孟芳走了，和傻子玩的人也是傻子，可别被传染了。哼！备受打击的我神情恍惚地回到家里，结果看见害我被嘲笑的罪魁祸首竟然也在。阿言，别跟着我，我去哪里你就要跟到哪里，就连我上厕所也要跟吗？你能不能别跟着我？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？天底下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就非得要跟着我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对不起。阿言别哭，对不起。小鱼儿有病，很多行为和正常人不同，你多体谅他一下。到底我是你儿子还是他是你女儿？你为什么一直帮他说话？我体谅了他10几年，以后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要原谅他，是不是？就连我以后结婚生子都要带着他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你离开我家。1个月后，高考的成绩出来，为了躲开宋瑜，我还专门选了外地的大学。时间飞逝，就这么过了3年。我以为自闭症青梅的脑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喜欢，没想到他却拿出一张列满例子的纸来告诉我，这就是他的喜欢。国庆收假的最后一天，好在我买到了一张大巴车票，不用再麻烦宋瑜了。阿言今天回学校，我们去车站送送他吧。阿言不喜欢我一直跟着，如果我去了，阿言一定会不开心了。江淑芳怔了下，不明白女儿的情绪为什么突然就降下去。不过女儿不想去，那她就让杨旭不用准备了。我拉着大包小包行李，在车站向父母告别。上车前，我犹豫着往四周看了看，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心情。霍刚比我早几分钟来宿舍，看到我大包小包的进来，惊讶的张大了嘴巴。你这是回家还是去赶集了呀？这些都是我家里做的一些豆瓣酱，还有特产之类，我妈非要我拿些过来给你吃。阿姨这也太客气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在看什么？哟，这不会是情书吧？谁写给你的？怎么可能？当然不是。回答的那么快，是不是心虚了？没有啊，我心虚了吗？是吗？算了，我以为我们是好朋友，有什么事都会告诉对方，终究是我错付了。好了好了，给你看。不过真的不是情书，是小鱼儿乱写的。看见阿言会很开心，每天想和阿言牵手。
如果这都是乱写的话，那怎么没人也给我乱写一张啊？算了，反正你也不喜欢她，说这些做什么？虽然她长得挺漂亮的，但终究是有病。以后你们要是在一起，日子估计会很难，还是找个正常人吧。他是有病，但是治疗了10几年，他的自理能力已经可以正常生活，而且医生也说他的情况正在慢慢变好，很有痊愈的可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别人用有病和傻子这2个词来形容小鱼儿，心里总有些不舒服。霍刚被我的冷声吓了一跳，一时无措地愣在原地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我有点激动了。没关系，不过我一直以为你性格很软，没想到竟然也会有这么硬气的一面。国庆假期过后，我的学业又忙了起来，一边要上课和小组同学一起完成作业，一边还要复习以前忘掉的知识，谨防期末挂科。这1个月虽然很忙碌，但也过得很充实。这天同学请吃饭，我和霍刚去高档餐厅白嫖一顿，晚上洗漱过后就倒床睡觉了。刚子，是不是我们宿舍进蚊子了？我觉得全身都痒的不行。我没感觉到有蚊子啊，不过你要是痒，我这有花露水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身上长了好多红色小点。快下来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你这是食物过敏引起的，给你开点药，输完液就好了。我不回学校了，你在云师又没有亲戚朋友啥的，只能由我这个兄弟留下来陪你，你可别赶我走啊！谢谢，等我出院了，请你吃饭。那我可得好好敲诈一顿了。你现在需要休息，快睡觉吧。我正好要熬夜打王者，顺道帮你盯着点滴。闭上双眼，意识也渐渐沉了下来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听到手机铃响的声音，可眼皮宛如灌了水泥，重的怎么也睁不开。梦里似乎有一只冰凉的小手在我的额头上温柔的抚摸，那只手的温度逐渐变暖，紧紧握住我放在床上的手。刚子，现在是几点了？阿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原来那不是梦吗？不可以动。小妍子，你醒了？你觉得身体好些了吗？肚子饿吗？霍刚激动地跑到我面前，巴拉巴拉说了一堆，还把我们牵着的手给挤开了。宋瑜不悦地皱了皱眉头，眼里显出一丝敌意。好些了，身体虽然还有些痒，但是比昨晚好很多了。医生有说是因为什么过敏吗？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吃的3文鱼。医生说你可能是对这种生鱼肉过敏，让你以后注意。医生还说让你不要乱走动，继续留院观察2天，情况好转了再出院。小鱼儿那句不可以动的意思，原来是医生的嘱咐。小鱼儿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呀，昨天晚上给你打了好多电话，我以为有什么急事，就帮你接了，顺道也把你的事告诉了他。谁能想到他会连夜坐车过来，早上5、6点到的，一直守在这里都不愿离开，连早餐都没吃。霍刚到现在还记得他赶过来看见躺在病床上的我时，那副红着眼睛的模样，仿佛随时会哭出来似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小妍子得了什么重病。既然你醒了，那我下楼给你买2份午餐。跟宋瑜一起来的那个司机说，他只听你的，你让他吃点东西填一下肚子吧。谢谢。你昨晚来云市，江阿姨知道吗？知道。那她有说什么吗？没有。对了，刚子说你昨晚给我打了很多电话，是有什么事吗？阿言没回信息。我闻言拿过手机一看，才发现他昨晚给自己发了10几条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想阿言，小鱼儿昨天晚上想了阿言好久，每想一次就发1条信息，可是阿言都没有回。阿言没有想我，小鱼儿很难过。但是阿言说他最近很忙，有很多作业要写，可能没有看到手机，所以小鱼儿又打了电话过来，才知道阿言生病了。不是阿言没有想小鱼儿，真好。可是阿言生病了又不好，因为想我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所以才发天气嘛。前段时间我偶尔也会收到他发来云市的天气，还以为那是他为了提醒自己记得带伞，原来是因为想我嘛。那昨天晚上发了这么多条，是因为很想我吗？阿言脸好红。你去干嘛？找医生，阿言生病。不是，脸红不是因为生病，不用去。这要是把医生叫来，我怕是要被笑死了。那是什么？不是因为生病，为什么脸颊会那么红？别看了，上面长了好多红点，很丑。不丑，很好看，我喜欢看阿言。我回来了，都饿了吧？快吃快吃！不好，有杀气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吃过午饭，我便想让宋瑜回柳氏，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，非要留下来照顾。那你今晚要留在医院吗？照顾阿言能行吗？这万一出什么事儿，估计他都不知道去喊医生。没事的，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得什么重病，要做什么我能自己做的。我再三安慰霍刚，这才离开医院，让小鱼儿留在这里。我只是食物过敏，没想到自闭症青梅竟连夜开车几千公里过来，只为照顾我。病房里有一个沙发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让宋瑜躺在沙发上休息。房间里多了一个女生，我扯了扯身上的被子，在病床上翻了翻身体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然而一转身便对上她那双漆黑的眼睛，视线永远落在我的身上。怎么还不睡？睡不着。我想起她睁开眼睛睡觉的习惯，提醒了一句：睡觉要闭上眼睛。我转过身，背对着他继续睡觉。半夜我迷迷糊糊醒来去上卫生间，回到病床上时，看见宋瑜睁着眼睛坐在那里。
怎么还没睡？好吵！走廊外时不时会响起病床呼叫的电子音，还有走动的脚步声。这些嘈杂对于我来说完全可以忽略，可是这些声音在宋瑜的耳里就被放大了数百倍，吵得他耳朵和脑袋疼。我让杨旭来接你去酒店那边睡吧，那边比医院安静。不要，我乖乖睡觉，不要离开。小鱼儿，过来。不要赶我走。没有赶你，我只是问问要怎么做，你的脑袋才不会疼。这样就不吵了。只是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你自己捂着耳朵回去睡觉吧。要阿言的才不会吵。阿言又忘记了，记性真差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确定不是在说谎后，这才将手重新捂上他的耳。可是这样要怎么睡觉呢？睡这里吧，但是不准乱动。又可以和阿言一起睡觉了。病床本来就很小，两个人躺在上面需要挤一下。宋瑜一不小心就撞到了我的怀里，少女的体香扑面来，心弦也乱了几分。我低头再次对上她的眼睛，在极近的距离之下，她眸里的潋滟与脉脉愈加清晰，直接闯入我的眼里。以前的老旧小区隔音不好，中午我和小鱼儿睡午觉，就算她双手用力的捂着耳朵也没用。你的脑袋又开始疼了吗？吵。不吵了，那我们睡觉吧。上一次和宋瑜躺在一张床上，还是在小学6年级。我从前以为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来往了，没想到现在竟然又睡在了同一张床上，像以前一样还要哄着他入睡。阿言，手累吗？我们靠得很近，宋瑜说话的时候，我甚至能感觉到那温热的气息。不累，你别说话，快睡觉，要不然你就回沙发上自己睡。睡了。本以为身边多了一个人会难以入眠，可是才闭上眼睛没多久，就陷入了梦中。第二天，霍刚有点不放心，一大早就过来看我，手边还提着2份早餐。卧槽！我似乎被吵到了，眉头皱起。宋瑜轻轻抚了抚我的后背，又继续睡了过去。霍刚把早餐放在桌上，马上转身离开病房。卧槽！卧槽！卧槽！小妍子还不承认喜欢他，这都睡到一张床上，口是心非的家伙。又睡了半个小时，我揉了揉眼睛，睡眼惺忪的从梦中醒来，一转身，脑袋便撞进宋瑜的怀里。我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昨晚和他睡一张床上。阿言怎么了？那个起床了，我先去洗漱。我去，刚才他那副模样太迷人了，害得我差点没把持住。我在卫生间里冷静了几分钟，出去的时候，宋瑜正把袋子里的早餐拿出来。早餐什么时候拿来的？34分钟前。半个小时前，我好像还没醒，该不会是刚子拿过来的吧？果然，我忙拿出手机，信息铺天盖地的跳出来。你为什么和宋瑜睡在一起？我是不是快当干爹了？你俩啥时候在一起的？什么时候能喝你们的喜酒啊？这就是你说的不喜欢他？我的妈耶！2天后，身上的病状也好了许多，医生开了几天的药，便让我出院了。8岁是8岁。不要说话。阿言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要不我还是过去照顾你吧。妈，我今天都要出院了，你就别过来了。我好说歹说，才把他劝住。好吧，回头我再多做一点豆瓣酱寄给你，你分给小刚，谢谢他这2天在医院照顾你。好的。我瞥了眼安安静静站在面前的宋瑜，犹豫了下，还是没有告诉母亲，否则问起来肯定没完没了。妈，我想吃你包的汤圆，要小熊形状的。我有些怀念那份汤圆。上辈子我在外地工作，同事们都回家过元宵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公司加班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公司收到一份用保温桶装着的汤圆，是母亲托人送过来的。虽然汤圆已经被泡得发胀，有几颗汤圆甚至露馅了，但还是能隐隐约约看到小熊的形状。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份汤圆。汤圆可以，但我可不会包什么小熊形状的。好了，我要去办出院手续了，你在这里乖乖等我。可以说话了。李先生，听说你今天要出院，手续都办好了吗？如果还没有，那我去给你办手续，还可以顺路再送你回学校。小姐是生气了吗？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我做错什么吗？那个，我手续还没有办，你和小鱼儿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刚刚光顾着逗她，都忘了出院手续还没办完。李先生，不如让小姐去给你办手续吧。什么？正好也可以锻炼一下小姐的社交能力，有利于小姐病情的恢复。我也会在旁边看着小姐，不会有事的。肯定是我说要帮李先生办出院手续，所以小姐才会生气的。小姐一定是想亲力亲为，为李先生做任何事情。我可真是个大聪明。说完，他看向宋瑜，一副得意求赞扬的模样。可是为什么小姐也愣住了？得到小鱼儿的夸奖，司机竟然提议让他去帮我办出院手续。我听着杨旭的话，也觉得是那么回事，迷迷糊糊的点了点头。宋瑜听到给我办事，二话不说也同意了。这是我的银行卡、身份证，听懂了吗？
要不还是我去吧，让他去，怎么感觉不太靠谱？我去，阿言给的任务，小鱼儿一定要完成。好吧，杨旭你多注意点，别出了意外。缴费大厅各个窗口都排了长队，人头攒动。宋瑜见状，刚迈出去的步伐又缩了过来，手心紧紧攥着银行卡，站在原地，眼神闪躲。小姐，你不是要去给李先生办手续吗？我们过去排队吧。宋瑜情绪忽然变得不安，紧咬嘴唇，唇瓣被咬得苍白，渗出丝丝血迹。杨旭心里暗叫不好，马上给我拨打了电话。三两成群的人从宋瑜面前擦肩而过，他的脸色逐渐煞白，似乎有几根银针在不停地扎着他的脑袋，越来越痛，眼前的人影渐渐模糊。小鱼儿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阿言，好多人，头疼。不要怕，还记得我们在食堂打饭排队的场景，也有很多人，可是你都克服了，这次你也可以。可是好多人，你拿着手机，我和你说话，就像我在你旁边和你一起排队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他看着前面的人群，神色犹豫，在我的鼓励下，这才慢慢迈出步伐，来到一个队伍尾部站好。阿言，我在。已经排好队伍了吗？是不是不怕了？有阿言在，小鱼儿不怕。宋瑜和我说话时，队伍也在慢慢缩短。女士您好，麻烦您给一下资料和证件。宋瑜眼神畏怯的闪了闪，站在原地攥紧手掌，也不说话。女士，小姐，把你手里的资料放在窗口上，交给工作人员，这样就好了。小鱼儿，可以帮我把资料交给工作人员吗？好。手续办完，宋瑜把结算发票交到我的手里。真厉害，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以后别的事也要拜托你了。交给我。走吧，先送我回学校。尽管我们相处了2天，宋瑜还是不大愿意离开。后天就是周2了，你不是会过来吗？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见面的。阿言忙，见不到。国庆回校之后，我的学业确实很忙，好几次都让宋瑜别过来了，因为没有时间见他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宋瑜每次都有偷偷过来，也不告诉我，只是在校门口呆呆站着。上个月忙，现在已经忙完了。周2过来，我继续带你去食堂吃饭，我跟你保证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谁变谁是小坏蛋。11月中旬，云市已经入冬，气温一天比一天冷。云市今日晴7摄氏度。他在想我，今天出门记得多穿几件衣服。今天周2，小鱼儿应该要准备出门来找我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有些期待中午的到来。中午下课铃声响起，我一阵风的跑出教室，来到校门口，宋瑜果然已经在等我。这是江阿姨给你挑的衣服吗？阿言喜欢吗？妈妈说这么穿，阿言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她看着我，问的认真，让我产生一种不是在问喜不喜欢衣服，而是在问喜不喜欢她的错觉。很好看。以后都这么穿，虽然穿这些衣服很麻烦，束缚身体，但是阿言说好看，那小鱼儿以后就都这么穿。如果你喜欢这么穿的话，喜欢。阿言说好看，小鱼儿就喜欢。你自己的穿衣风格是要看你喜不喜欢，而不是我喜欢，知道吗？可是阿言喜欢，我也喜欢。宋瑜的眼睛里满是坚定，仿佛他的世界因我而改变，包括喜怒哀乐，全由我来主宰。算了，我们去食堂吃饭吧。等以后他的病情恢复些，再跟他说这些吧。就像大人常教育小孩的一种说辞，等你长大就懂了。或许等小鱼儿痊愈了，就会把我放下吧。阿言，给。这是什么？汤圆，小熊汤圆，里面装着满满一桶小熊形状的汤圆，汤圆有些胀开变了形状，有些裂开，和我印象中的小熊汤圆一模一样。这是你买的吗？我做的，给阿言吃。我看着汤圆正在原地，上辈子那份送过来的汤圆，保温桶上也有一个小熊贴纸，和眼前这个一致。我本以为那份汤圆是妈妈给我做的，原来那也是小鱼儿亲手包的，托人转交给我。前世元宵节当天，客厅里的电视机放着元宵节就要吃汤圆的广告。元宵汤圆，小鱼儿想吃汤圆了吗？别担心，妈妈也包了汤圆，到晚上我们就可以一起吃了。一定要吃？也不一定，不过一般家里都会做，寓意团团圆圆嘛。阿言没有汤圆，阿言加班不回家，没有汤圆吃，肯定会伤心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他还是没有忘记李莫言。要不我教你包汤圆，你给阿言做一份，这样他也有汤圆吃了。宋瑜的眼睛倏然一亮，但那道光芒很快又消失了。阿言不想见我，那我们就托别人送过去，用保温桶装着，到了云市还可以吃。好，做什么样子的汤圆呢？小熊，阿言喜欢小熊，只是后来又不喜欢了，就像小鱼儿一样，阿言也不喜欢小鱼儿了。我怔愣地看着汤圆，没有说话。宋瑜看不懂复杂的情绪，只是觉得我不说话，那就是不喜欢了。扔掉。为什么要扔了？阿言不喜欢，不喜欢就要扔掉。谁说我不喜欢了？送给我就是我的了，不准扔掉我的汤圆。
阿言喜欢小鱼儿的汤圆，而且这是饱含心意做出来的，要扔掉会很难受的。难受，这里痛，胸口怪怪的，比头疼还要痛。但是阿言说喜欢后马上就不痛了，阿言真厉害，什么都知道。为什么突然要给我做汤圆？上辈子可是元宵节那天才托人给我，现在怎么提前那么早了？阿言想吃。我忽然想起在医院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，说了句想吃汤圆，所以他就给我做了，仅仅因为我提了一嘴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包汤圆了？我都不知道呢，真厉害。昨天妈妈教我，我很努力，可是坏了。原来这些汤圆不是因为旅途颠簸泡久了露馅的，而是因为他学艺不精没包好才散开的。没关系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以为前世元宵节的小熊汤圆是妈妈托人送的，没想到竟然是小鱼儿亲手给我包的。回到宿舍的霍刚看见我在吃汤圆，凑过来往我的碗里看两眼。你去买汤圆了，汤圆都煮烂的，馅都跑出来了，老板也好意思拿出来卖啊？是哪家店？回头我告诉同学，让他们都别去这家店买。这是小鱼儿做的汤圆，这汤圆煮的还真不错，他很有大厨水平啊。如果是外面的大厨做成这个样子，卖相确实不好，但是放在宋鱼身上，那可就是美味佳肴了。他人又不在这里，不用这么客套，而且煮的确实不好。那你还吃得津津有味，但是很好吃啊，和上辈子的一样好吃，是我吃过最好的汤圆。日子踏进12月，寒风刺骨，我躲在宿舍，冷得瑟瑟发抖。霍刚出去和朋友玩了，只剩我一个人在宿舍奋笔疾书，为作业愁到秃头。这高数也太难了。我拿起手机给几个同学发了信息，想问一下他们作业该怎么写。然而得到的回答全是还没有写。人都说上帝给某个人关上一道门的同时，便会给他打开一扇窗。小学和初中我都与宋瑜同班，那段时间他的成绩优异，除了语文和英语，全科都是满分通过。语文是因为他难以理解阅读所抒发的情感，英语则是因为作文被空了出来。那时老师对他既感叹又可惜。后来他的病情反复难以控制，所以江淑芳给他请了私人教师在家里学习，我们也就不常见面了。小鱼儿有没有时间？我也想阿言。我有一道高数题不会做，你可以帮我看看吗？如果不会也没事。2。什么？答案是2。那个可以把过程写一下吗？过了一会儿，宋瑜就回复了，还附带一张照片。我认真的看起这个解题，有些步骤还是不太懂。傻瓜，把手机拿远一点，我看不见你了。是阿言的声音。再远一点。你今天在房间做什么？发呆。想阿言。刚刚的解题步骤再和我说一遍好不好？我不太懂。这是套用哪个公式啊？宋瑜眼睛动了动，清冷的声音在房间响起，添了几分生气。难题讲解完，一题又接一题，宋瑜桌前的白纸渐渐被公式填满，我的作业也完成了一大半。都说认真时的女人最漂亮，现在才发现这句话真对，认真的小鱼儿更迷人。阿言，阿言在看我。题解好了吗？给我看看。哦，阿言不看小鱼儿了，要是没说话就好了，要是阿言能永远看着我就好了。等我的作业全部完成，已经是傍晚了。好了，我该去食堂吃晚饭了，拜拜。我挥了挥手和他道别，宋瑜也依依不舍地挥手，他的手机不小心歪了下。我看到他身后的床头柜上摆着几个餐盘，菜肴丰富。江阿姨刚才进来了吗？她给你送晚餐了？没有。那你床边的饭菜是什么时候送进来的？中午。你午饭还没吃？阿言为什么这么惊讶？为什么不吃？忘了，小鱼儿一直在想事情，然后阿言找我，就到了晚上。好吧，那晚饭可不能再忘了，一定要记得吃。好。电话挂断，房间重归平静。宋瑜呆呆地看着已经黑掉的手机屏幕，眸里的色彩渐渐褪去，恢复平常的呆滞。许久，他想起答应过阿言要去吃晚饭这件事。关在房子里一天的他终于起身出门。夜晚的气温越来越冷，晚风吹来，从我的脖子灌入，冷得全身都抖了抖。看来要去买条围巾了。小鱼儿上次来云市好像也没带围巾，要不要也帮他买一条呢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。我想了很多，却没往他不喜欢的那方面想。江淑芳那么疼爱他，怎么可能会不给他备一条围巾保暖？但是前脚给他戴上，后脚他就把围巾扯掉。他讨厌身上过多的束缚感。外面了，可不要再脱了。看来小姐不是很喜欢戴围巾。算了，不戴就不戴吧。我再去给她拿一件大衣，穿厚点。中午11点20分，宋瑜像往常一样站在学校门口等我下课。那个，你好，你是来这里等人了吗？宋瑜看着前方的教学楼，沉默不语。如果细看，甚至能发现他的眼神空洞无神。我没有别的恶意，只是想说，我能不能加下你的联系方式？如果不行也没关系，就算是做个朋友，又或许你有什么事，我可以帮上忙。耳边一直萦绕着某个声音，宋瑜眉头皱起，看向吵闹的来源。他看我了，好期待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是在无视我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只是问一下，又没打算要死缠烂打。你要是不同意，直说就好了。原本看她长得漂亮，想着来搭讪，没想到她的素质竟然这么差。杨旭正在车里打着电话，余光瞥了眼校门口的宋瑜，吓得差点把手机摔了。
不好意思，我们小姐不爱说话，但是她有男朋友。有男朋友直说不就行了？一句话都不说，不止别人看了误会，男朋友也不高兴。不高兴？对呀，你不说明白，男朋友会以为你想养鱼呢。养鱼又是什么？误会消除，男生和她聊了起来。虽说是聊，但宋宇只说了这一句话，其余都是男生在自言自语。杨旭偶尔搭上两句。我下课赶来校门口时，便是看到这样一幅和谐的画面，步伐顿了顿，心情有些微妙。往校门口走去时，男生也刚好和宋宇告别，两人擦肩而过。如果小鱼儿没有自闭症，没有依赖自己，是不是就会喜欢这种的男生？自闭症青梅每天都会在学校门口等我下课，没想到竟然惹来了一个话痨搭讪男。我看到这一幕，心里涌起一抹微妙的感觉。如果小鱼儿没有自闭症，没有依赖自己，是不是就会喜欢这种的男生？小姐，如果你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你就和对方说你有男朋友了，这样他们就会离开了。阿言，如果小姐想说李先生是你的男朋友，那也行，但是别让李先生知道，万一他生气了就不好了。什么男朋友？是在说刚才那个男生吗？没有男朋友。李先生什么时候过来？还好我没有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习惯。阿言，看见宋瑜，我心底的微妙很快便消失了，也没问和他说话的男生是谁。下午的老师调课了，不用上课，等一下我们吃完饭就去商场逛逛吧。对了，这个送给你。阿言又送小鱼儿礼物了。你看时针指到这里和这里，就要像上面写的一样去吃早餐或者晚饭，指到这里白天就要吃午饭，晚上就睡觉，知道了吗？这是上次通视频后看见他被遗忘的午餐，突发奇想买了这个儿童闹钟。治愈病症的第一步就是让他养成按时吃饭的习惯。他现在指的方向是吃饭和睡觉，是白天。那我们要去做什么？吃饭。答对了，真厉害。杨旭看着我像逗小孩子似的和宋瑜说话，心里感慨：小姐啊，你这喜欢李先生的路任重而道远。吃过午饭，我带着小鱼儿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座商场，和他买条围巾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不要乱走，我去上个卫生间。杨旭这次也跟着进来，不过在离他稍远一点的距离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卫生间该往哪边走？宋宇眼睛动了动，看着女人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直到女人快憋不住了，准备换一个人询问时，我有男朋友。我有男朋友了。杨旭说，如果再有人来跟我说话，说完这句话，对方就会离开。是吗？恭喜恭喜！所以你知道卫生间在哪个方向吗？我有男朋友了。我知道你有男朋友了，可以不用重复了。现在的人都这么喜欢炫耀自己有对象了吗？自己不过是想知道卫生间在哪。我一个单身狗得罪谁了？我和杨旭赶过来，就听到宋瑜一本正经的和人说有男朋友，两人神色各异。小姐，不是每一个过来和你说话的人都要用这句话回复。她有男朋友？是谁？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卫生间在那边。你女朋友还真是喜欢你，一直和我炫耀。你有男朋友了？谁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说什么？走吧，我带你去挑围巾。好看吗？好看。那这条呢？好看。你怎么每一句都是好看？我都找不到参考意见。阿言好看，因为阿言好看，但什么都好看。如果说他正常，他的行为又刻板呆滞；可说他患病，他怎么又那么会说好话？那我买这条米白色的好了。我见你的时候总是没带围巾，不冷吗？我给你也买一条好不好？我拿起一条围巾帮他系上。杨旭正要说小姐不喜欢围巾，下秒就见宋瑜盯着围巾，眼睛比黑夜里的星星还要亮。也是，李先生送的东西，就算是一块石头，小姐也会当做宝藏，哪怕是不喜欢的围巾。围巾的款式很多，我还想让宋瑜再试试别的，可刚要把围巾摘下，他就双手紧紧地护着围巾，不让人碰。看来你女朋友很喜欢这条围巾啊，反正价格也不贵，要不就买了吧。喜欢这条围巾吗？喜欢，那就买这2条吧。我见他宝贝的紧，便让他直接带着去结账。买完东西坐车回校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车后坐放着一条格子围巾。围巾的款式看起来很高级，和宋瑜身上衣服是同一个牌，布料和材质都与我10来块钱买的围巾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小鱼儿，还是带回你原来的围巾吧。小姐不喜欢戴围巾，夫人今早费了好大功夫都没能让小姐戴上。不过现在倒是看出来了，不是不喜欢围巾，而是只喜欢李先生你送的围巾。夜晚，宋瑜从云市回来，江淑芳看见他是带着围巾回来，神色一时有些诧异。小鱼儿，今天没吃饭，没吃饭。饭菜已经做好了，小鱼儿是饿了吗？我们进去就可以吃了。时间过了，时间过了。他紧盯着手里的小闹钟，面色苍白，上面的时针早就离开了吃饭的那个区域。小鱼儿没有听阿言的话，阿言讨厌小鱼儿。
什么时间？告诉妈妈，妈妈帮你解决好不好？小姐，我们在车上吃了小面包，是在时针指到吃饭那个时间吃的，所以已经算吃过晚饭了，时间没有过。李先生知道我们回柳市会很晚，所以给小姐买了小面包，小姐也按时吃完了。杨旭又重复说了几次，宋瑜这才从疼痛中醒来。时间没有过吗？小鱼儿有听阿言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阿言不会不理小鱼儿了，对不对？我为了让自闭症青梅按时吃饭，送了她一个闹钟，没想到过了饭点，她竟然又发病。经过杨旭的不断提醒与安抚，最终才得以平复。我把阿言送的礼物丢地上，要是阿言知道会生气的。他随后又垂眸看了眼脖子上的围巾，见还好好的，松了一口气。他理了理围巾，就抱着小闹钟匆匆走回了房间，一丝余光都没有分给为他操心的江淑芳，这不禁令他有点伤感。夫人，您的脖子受伤了，我们进去给您上点药吧。这种小伤不碍事。小鱼儿刚才说的没时间了是什么意思？还有什么吃饭？李先生送的小闹钟其实也是为小姐着想，小姐经常吃一顿忘一顿，饿了也没有感觉。不用那么紧张，我知道阿言的出发点是为小鱼儿好，我只是想知道小鱼儿今天的情况罢了。杨旭想了想，给我发了条短信，把宋瑜发病的事告诉我。卧室里，宋瑜把小闹钟放进玻璃展示柜，然后又摸摸脖子上围巾，眼神写满纠结。这是阿言给我带上的，好舍不得，但是小鱼儿又想把阿言送的礼物收藏起来。他站在展示柜前，想了1个小时左右，终于做出决定，把围巾一同放进柜子。小闹钟上面的时针已经指到了睡觉位置。宋瑜美美的躺在床上，开心的闭上眼睛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阿言送了2件礼物给小鱼儿。第二天，宋瑜早早醒来，正站在展示柜前，望着昨天得到的小闹钟，看着秒针滴滴答答的走动，时针细微的跳动一下。6点1到，他转身出门，该吃早餐了。上午起床，我看到杨旭的短信，说小鱼儿发病了，顿时一惊。阿言，你刚刚在做什么？怎么手机那么晃？出门买菜。小鱼儿竟然会出门买菜，愿意社交了。和妈妈。虽然我还是很好奇她怎么愿意出门了，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昨晚的事。我听杨旭说，你昨天晚上回到家后又头疼了。我有控制，还是疼。阿言不要生气，阿言说要控制自己不能头疼，可是我控制了好久，还是忍不住。小鱼儿没有听阿言的话，阿言肯定生我的气了。我没有生气，不过我听说江阿姨被你抓伤了，你去看一看她好不好？小鱼儿发病可以说是我间接造成的，心里总有些过意不去，但如果我向江淑芳道歉，又不知该用什么立场来说。好，虽然小鱼儿今天吃早餐和出门的时候看妈妈很多次了，但是阿言说的就要去做。我等了半晌，收到他回复的信息，看完了。那江阿姨有说什么吗？有没有很开心很感动？说了一句，你盯着我看什么？没想到让他去看看江阿姨，竟然真的只是字面上的看，什么安慰的话都不说。你还要问一下他的伤怎么样，有没有上药，跟他说对不起。宋瑜眉头微皱，没想到要说这么多，但他还是听话的同意了。小鱼儿有什么事吗？你的脖子受伤了，上药。你说什么？刚刚小鱼儿是在关心我吗？还是我产生幻觉了？受伤上药。小鱼儿是在担心妈妈吗？原来小鱼儿刚才过来是想关心我的伤吗？这么想着，江淑芳心头涌起一股暖流。妈妈待会儿再上药。我们今天出门买了苹果，小鱼儿想吃吗？妈妈去给你拿。还没说完，小鱼儿还有一句话没说呢。对不起，现在说完了。随即丢下将在原地因被震撼2次而说不出话的江淑芳，迈步回房。完成任务的宋瑜回到房间，向我汇报了结果，双眼亮晶晶的盯着我，似乎在等待表扬一样。你道歉完之后，江阿姨有说什么了吗？没有，妈妈发呆，就像我一样。江阿姨估计是惊讶的愣住了，如果换作是我，也会被吓呆了。只要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我便忍不住想笑。阿言没有夸我。什么夸你？事情完成，夸奖。我忍俊不禁，以前为了鼓励他做事的积极性，完成一件事后都会夸他2句，没想到他现在都养成要夸奖的习惯了。我们小鱼儿真棒，下次如果不小心伤到别人，也要主动道歉好不好？今天早上出门好冷啊，躺在被窝里简直不想出门。你今天出门是不是也很冷呀？有没有带围巾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带？昨天给他买围巾的时候，他还高兴得不得了，这才1天没到就不喜欢了吗？收藏啊！你把它放进展示柜里了。围巾是买给你戴的，不是用来收藏的。宋瑜疑惑的眨眨眼，不明白2者的区别。等等，我上次送你的裙子不会也放进里面收藏了吧？阿言好厉害，
阿言知道小鱼儿把裙子也收藏起来。纠正宋瑜的收藏癖几次以无效而告终，我只能想着再给他重新买一条，好在围巾价格不贵，可以让他收藏一条，再带一条，我在网上下单。宋瑜从挂断电话后就开始满心欢喜地站在门口等，视线望着前方，眸里带着一丝期待。小鱼儿站在门口是在等什么呢？江淑芳等了一会儿，没有得到宋瑜的回答，也只能随他去了。2个小时后，快递员上门。小姐您好，你们家有份快递，请签收一下。哎，小姐，您还没有签名呢，还有把盒子上面的单据给我呀。眼看着宋瑜即将消失在门口，江淑芳过来及时把他拦下，撕下快递单据还给快递员。不好意思。自闭症青梅把我送给她的围巾又放到了展示柜收藏，劝说无果之后，只能在网上给她下单一条新的。收到新围巾的宋瑜开心过后，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玻璃展示柜里收藏好，直到我再次打电话过来查看，她这才依依不舍地把新围巾拿出来。新围巾出门要记得带，这是我们的约定，好不好？好，和阿言的约定，新围巾不能放在展示柜里了。她四处张望，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想到放在枕头边上，这样就能每天都看见她了。放完之后，她又站在床边，看着围巾，陷入了自己的世界中，眼睛变得空洞。元旦晚会结束后，我和刚子才回到宿舍，楼下就有一个男生朝我们走过来。你好，请问是李莫言同学吗？有什么事吗？这是送给你的礼物，一个美女叫我转交给你的，祝你新年元旦快乐。我呆愣的接过，打开看了一眼，里面果然放着一个苹果和热水袋，和上辈子一模一样，只是现在再次看见这个热水袋，才熟悉的发现上面的卡通小熊是谁送的？我也不认识，不过那个女孩长得是真漂亮，就是不爱说话。对了，她刚刚还在那边呢。这不会是哪个追求者送的吧？这么暖心，还有热水袋，改天把人叫出来，让我看看到底有多漂亮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怔怔地看向小亭子。刚子，你先回宿舍吧，我还有点事，晚点再回去。我循着声音的来源找过去，果然在小亭子旁的大树下找到了他。宋瑜看见我，眸里闪出一瞬的光芒，但很快又不安地垂下眼帘，捻了捻衣角。果然，我叹了一口气，朝宋瑜走去。挂断电话，铃声戛然而止，四周除了呼啸的寒风，一切都显得如此安静。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中午。怎么不和我说，还偷偷躲在这里？不冷吗？今天不是周二，阿言会生气。谁说我会生气了？阿言不生气，那可以每天过来。不可以。哦，阿言果然还是生气了。这个礼物是你送给我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好像很喜欢这个卡通小熊，送的东西都有这个标志，上次的汤圆也是，只是我上辈子没有意识到。阿言会生气。我为什么整天要生气啊？难道在你心里我的脾气很不好吗？很好，阿言很好，就算不要小鱼儿的礼物，阿言也很好。你如果不告诉我，万一我以为是陌生人送的，把它扔了怎么办？所以下次再给我什么东西，一定要告诉我，知道吗？我上辈子就把这份礼物扔了，如果他知道，肯定会很难过吧。这么想着，我搂着袋子的手紧了紧。这次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但是为什么要送给我苹果和热水袋啊？平安夜，阿言冷。平安夜那天，大多数同学都在互送苹果。前2天我和他通话的时候，郁闷的嘟囔了句，那天只收到刚子的苹果，所以他也买来送给我吗？热水袋也是因为我说冷而给我买的。我没想到，原来随口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。谢谢，我很喜欢这份礼物。我扬起嘴唇，笑容灿烂。宋瑜被我的笑容闪愣了神，正在原地。心口那朵向日葵在夜晚抬起了脑袋，绽放的绚丽无比。不知不觉，他的唇角也跟着弯了起来。呸，在哪都能闻到恋爱的酸臭味。前世元旦，我把莫名收到的礼物扔进垃圾桶，转身上楼。许久，宋瑜从树后的阴影处出来，走到垃圾桶，把沾了灰尘的礼物袋子拿出来，紧紧地抱在怀里。阿言不喜欢小鱼儿的礼物，一定是苹果和热水袋坏了，不能让阿言喜欢。我要去找更好的苹果和热水袋，到时候阿言一定会喜欢的。不行，太冷了，你快回去吧。阿言，新年快乐！今天大家都在说新年快乐，小鱼儿也想对阿言说新年快乐。你等下还要坐车回柳市吗？这么晚了再赶回去，好像有点不太安全。要不你跟江阿姨说一声，今晚在这边找个酒店住，明天再回去，正好我们放假，明天可以带你在云市逛一逛。说完，我又想到宋瑜的情况特殊，夜不归宿，好像又不太好。算了，你还是回家吧，江阿姨肯定很担心你。阿言不想和我玩吗？小时候我和小朋友玩耍，他一直都在旁边看着。那时候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喜欢和他玩，现在长大了，有些事也懂了几分。是因为我的病吗？因为小鱼儿生病了，所以阿言不喜欢和我玩。因为小鱼儿总是发病，所以阿言不喜欢我。因为小鱼儿和别人不一样，所以阿言才会离开我，就像别人对小鱼儿喊傻子、怪胎一样。宋瑜脸上的血色渐渐抽离，太阳穴仿佛有千万根针在猛扎，疼得厉害。不是的，不是因为你的。我想为自己辩解，可话到了嘴边却顿住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，那我刚才为什么会说他的情况和别人不同？不是，对不对？
对不起。阿言不哭，不哭，都是小鱼儿的错，把阿言惹哭了。阿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止住了泪水。那我们明天一起出去玩好不好？你别回家了。好，只要阿言不哭，做什么都可以。那你打电话跟江阿姨说。好。今晚不回家，和阿言玩。这就完了？所以江阿姨怎么回答你的？回答。你说了之后，还要问一下江阿姨同不同意，她同意，你才可以留下来。同意吗？江淑芳最终还是同意了宋瑜在外过夜，又叮嘱了许多注意事项。话还没说完，就又被挂断了。上辈子我从未珍惜过宋瑜一次，重来一世，我定不辜负这个满眼都是我的女孩。8岁是8岁。阿言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你吃早餐了吗？吃了，小鱼儿把小闹钟带身上了，6点就准时吃早餐了。那你再过半个小时就过来接我好不好？我还要先去食堂吃个早餐。现在7点半换衣服，再去吃个早餐，到8点这个时间出门刚合适。没想到我刚出宿舍就碰见宋瑜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到楼下了。小姐吃完早餐就过来了，后来遇见李先生的朋友，他说你醒了，小姐才打电话给你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先陪我去食堂吃个早餐吧。要等阿言半个小时，答应过。我说过是等半个小时，但没说要去哪里等呀，所以去食堂等我也是一样的。好像是。香山是云市的观光景区，能俯视整座城市的风景，甚是壮观精美。我在云市待了3年多，一直没有机会去山顶看看。一是爬山太累，二是没人陪我一起爬山。当我和宋瑜提起去爬山后，他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于是我们2人来到了香山山脚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杨旭，应该是3人。杨旭没有上去打扰，只是在能看得见宋瑜的地方。我才走10几分钟就已经累得不行了，拉着宋瑜的小手直喘气。宋瑜虽然没有我这么夸张，但在大冬天额头也渗出了汗珠。谢谢。就在我们坐在石头上休息的时候，路边不少大爷大妈从面前经过，步伐从容，气都不带喘的。等回到家，你要记得锻炼身体，这样你就能像他们一样有力气了。我们下次再来爬山，你就可以把我拖到山顶了。阿言让我锻炼，那就锻炼。好在香山不是很高，我们一路上边休息边慢慢的往上爬，也总算是到了。小鱼儿，茄子。我把照片发给你，你今天晚上回到家可以拿给江阿姨看了。好。说完，我便继续拍些风景照，发给刚子，又发给老妈。等我把信息发完，空下来后，才发现宋瑜面色焦躁，时不时低头看着手上的小闹钟。怎么了？阿言，该吃饭了。小闹钟的时间显示已经12点多了，早到了午饭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下山吧。我们上山用了3个时辰，下山虽然简单，但怎么也要半个小时。眼看着午饭时间就要过去，宋瑜变得越加急躁起来。吃饭，吃饭，时间过了。我们晚半个小时再吃好不好？然而宋瑜完全没有听进去，视线紧紧盯着小闹钟，脸色苍白，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：时间过了，时间过了。我把小闹钟拿走，试图将他的注意力带回来，然而并没有一点用处。我们现在下山来不及，吃饭时间推迟半个小时好不好？我没注意时间是我不对，下次我会好好看时间的。时间过了，小鱼儿没有按时吃饭，阿言生气了，阿言再也不会理我了。宋瑜的突然发病把周围的路人吓了一跳，纷纷远离我们。李先生，快点和小姐说话，让小姐恢复稳定下来。我说了好多，可是都没用，实在不行，只能强硬喂小姐吃药了。小鱼儿，小鱼儿，我无措地喊着她的名字，以往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，却一点用都没有。以前我总以为自己能控制她的病情，能让她的病慢慢好起来，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，才发现我能做的事是那么有限。小鱼儿，你看看我们现在就去吃饭，现在就去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们需要帮忙吗？哦，你们身上有没有吃的？给我一点食物。有，一包够吗？不够的话，我这边还有小面包。够了。小鱼儿，你干，你不是要吃饭吗？我们把这个吃了，就是按时吃饭了。小鱼儿，我喊了他好几次，宋瑜的神智才被拉回来。还好小姐平复了，不然我都准备给小姐强制喂药了呢。吃完了，阿言，吃完了，有按时吃饭。我有听阿言的话，按时吃饭，阿言不会离开小鱼儿了。真乖，我这个小闹钟是不是送错了？我是不是不该要求他按时吃饭这件事？又或者对于规定吃饭时间这件事错了？围巾脏了，晚上洗一下就干净了，不要担心。宋瑜眉头轻蹙，看起来似乎不太开心，但还是点了点头，重新把围巾戴上，洗干净。下山的路上，我变得沉默，杨旭也全程跟在附近，不敢离太远。气氛的凝重让宋瑜感觉到了，不安的看了看我，又看看杨旭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阿言生气了。没有，阿言不拉我，刚才在山上，阿言都牵着我，可是现在阿言不牵了，肯定是生气了。下秒，宋瑜注意到我手上多了一道小伤口。阿言受伤了。没事，过2天自己就会好了。很痛，对不起，我害阿言受伤了。小鱼儿是坏人，都是因为我的病。没关系，一点都不痛的，真的没。啊！你在做什么？我偷偷看了眼正在开车的杨旭，见他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情况，这才缓了一口气。还好没被看见。甜甜，吹吹就不痛了。以前小鱼儿流血，阿言给我吹一吹就不痛了。我一开始也不痛。骗人！小鱼儿脑袋没有伤口也会特别痛，阿言的手有伤口，肯定比我还要痛。没有骗人，还有你以后不许再这么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别人不喜欢你，吹吹。为什么要吹吹别人？只因爬山时，宋瑜的又一次的发病，让我手上添了一个小伤口。分别时，害怕我再次离开他，不安的一直给我道歉。阿言会生我的气吗？怎么会呢？那我还可以找阿言玩。可以啊。得到回答，宋瑜心情这才好起来。坐车回家，回到宿舍，我泄了力气，直接瘫坐在床上。头一次遇见宋瑜发病那么久，今天的动力也全部用在了他的发病上。我好像还没有认真了解过自闭症，还放大化想要让小鱼儿恢复正常。我猛地坐起来，拿出手机开始搜索自闭症相关的资料。既然一开始就决定好，那就要认真对待。8岁是8岁。江阿姨是知道了今天小鱼儿发病的事，所以打电话来问我吗？还是指责我？阿言，晚上好，吃过晚餐了吗？江淑芳的声音轻柔，也抚平了我心里的紧张。吃过了，江阿姨，对不起，今天小鱼儿发病都是因为我。怎么会是因为你呢？我知道你也不希望小鱼儿发病的。就是因为我给了他小闹钟。如果这么说，那错的不是你，是小鱼儿，都是因为他有自闭症才会发病。怎么可以这么说？如果小鱼儿是正常的孩子，又怎么会因为推迟时间吃饭这种事而发狂？不是的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他。阿姨知道你把小鱼儿教得很好，上次她关心我受伤的事也是你教的吧？还有这个小闹钟，她最近都有按时吃饭，我和国森也放心了许多。现在不过是出了点小问题，但是以后小鱼儿会慢慢更正的，不是吗？阿姨，你真的不怪我吗？阿姨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我就是怕你会自责，才给你打电话，并不是要责怪你。还有，听说你受伤了，严重吗？要不要去看下医生？没事的，只是一点小伤，过2天就要自己愈合了。下次我会更加认真教导小鱼儿的。谢谢你，阿言，谢谢你没有放弃小鱼儿。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期末，我开始期末的备考，也忙了起来，就连宋瑜也很少联系了。碰上周二没空，还要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过来，一直到期末考完，我才得以解放。而寒假也正式开启了。下个学期实习，你想好要去哪里实习了吗？要不陪我待在云市吧？我想回柳市那边实习，离家也近，可以多陪陪我爸妈。上辈子我便是留在云市工作，到了后面工作越来越忙，变得连家也很少回去，就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。这次我决定留在爸妈的身边，弥补上辈子的遗憾。我肯定是要留在云市的。下学期我们去实习就不用回学校，再见面估计就是拍毕业照的时候。以后你留在柳市工作，我们也很难再见一面，指不定哪天感情就淡了。放心，我们肯定会经常联系的。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会一直在。毕竟上辈子直到我死前，我们的友谊也没有淡过。回到柳市，父亲便过来接我回家，一路上都在念叨着妈妈有多想我。今天早上还买了好多菜，要做大餐。我边听边笑，再次感受到回家的温暖。到家后，时间已经接近晚上，母亲真的如所说般做了丰盛大餐，全是我喜欢吃的菜肴。好吃吗？我的手艺有没有退步？好吃，5星大厨的手。好吃就多吃点。吃过晚餐，我就回房收拾行李。衣柜里那只母亲做的兔子布偶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兔子脖子上有一条红线，将它的脑袋和身体连起来。妈撒着小兔子，我笑了笑，也想起了这段往事。刚得到兔子布偶那几天非常宝贝，去哪里都要抱着它。有一次我和宋玉去公园玩，遇到一个熊孩子伸手就要抢我怀里的布偶，我当然不愿意，用力攥着布偶想把它夺回来。身边呆滞的小鱼儿怔了一下，下一秒就被那熊孩子扑倒，一口咬了下去。熊孩子疼得也哭了起来，两边的家长迅速赶了过来。江淑芳拉了几次才把小鱼儿拉开。你家孩子怎么咬人啊？我儿子的肩膀都流血，赔钱必须赔医药费。江淑芳先是检查小鱼儿，见他没有受伤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小鱼儿为什么要咬人？小宋鱼没有理会他，只是拉着我的手笨拙的安慰：不哭不哭。小妍，告诉阿姨发生什么事了好吗？他要抢我的兔子，把我的兔子弄坏。我家小孩乖得很，你瞎说什么？自己弄坏还怪在我的儿子身上。小小的孩子不学好，学人撒谎。我才没有说谎，就是他弄坏的，他坏。
江淑芳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，过去和妇人谈话，后来那个妇人让他儿子道歉，也不敢再嚷嚷要赔什么医药费就跑了。这个兔子布偶还是江淑芳帮我缝好的，但是我嫌弃缝补过后的兔子不好看，就把它扔进衣柜里放着，再也没有拿出来了。现在看到还真有些怀念，想到宋瑜，我才记起放假回家还没告诉他们。明天可以找阿言了。我已经放假回家，不在学校。阿言放假了，可是阿言没有坐我的车，自己回家了。阿言上次还要坐小鱼儿的车回家，阿言生我的气了吗？因为我这几天都没有和阿言说话吗？我等了一会儿也没有见他回，便把手机放到一旁，继续收拾行李。8岁是8。阿言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做错什么事了吗？阿言生气。我没有生气啊。但是阿言不理我，阿言都不回我信息，肯定是生气了。我刚刚在收拾东西，没看手机，所以才没回你的信息，不是因为生气知道吗？可阿言不坐我的车，肯定是生我的气了。虽然小鱼儿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，那是因为我不想麻烦你啊，而且我抢到车票了，坐动车更快，知道吗？不麻烦的。好，不麻烦，那下次我再来坐你的车好不好？我手边的衣物还没有收拾好，只是简单的和他说了几句话就挂了电话。宋瑜却心满意足的捧着手机，不安的心情也变得愉悦了。阿言和小鱼儿说了好多话，比这一周加起来还多。